平安担心你，带我来看看。怪不得不吃饭，原来有约了。我不吃饭还不是因为你？队员不可以擅自离队，你违反了规定，还不跟我回队。平安，我先走了。等等。 平安，叫什么呢？老霍，我先回去了。我是教官，得遵守纪律。你也回去吧。喂，你到底是谁的狗啊？为什么跟狗生气？我就跟狗生气，狗别跟我说谎。像个孩子似的。总比某些人好，在意也不承认，吃醋也不承认，整天板着一张脸装大人，以为自己很酷呢。平安，回狗舍了。 进展是在找这个吗？把钥匙还我。你来是为了给我送面的？这个是你亲手做的吗？你已经跟别人吃过了，估计你也吃不下了。哎，谁说我吃不下？ 这可是你亲手为我做的面，只有我能吃。别吃了，凉。面是两个人让我的心是热的，这是我做过最好吃的面了。谢谢金姐。搜救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火就是其中的一种。他们需要在大火扑灭后的现场搜寻被困的人员。那遇到复燃的明火怎么办？今天我们训练的内容是帮助犬克服遇到明火的恐惧。接下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起来，啊！
你来试一下。哎，上啊！上，试试呗。哎，别跑！这，哎，这，小黑，小黑，好，我们继续。下一个谁来？我来。来，张扬。来，冠军，靠，飞，靠，坐，好狗，好，起来，冠军，裸泳给他们看，好不好？嗯。冠军，跳！快，送医务室。张扬，出列。冠军为什么受伤？报告进站，是我忽视了冠军的身体状态，擅自带冠军私下加练。好，冠军，乖，好，好，乖。训犬是犬选择了你们，不是你们选择了犬。从他选择相信你们、跟随你们那一刻开始，犬就是你们的战友。在我的队里，绝不允许有罔顾战友安危的行为出现。训犬员与犬共进退。现在冠军受伤了，你也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。报告进站，张扬训练一直努力，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他违反了纪律，先停止训练，调到后勤，谁都不可以替他求情。关于张扬的事情，我想跟你聊一下。如果你是想替他求情的话，大可不必。我认为这一次的处罚对于张扬来说过于严重了。他这个人可能有些自负好胜，但这个人品性并不坏。这一次的错误，我觉得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对犬的了解不够。保护好自己的犬，是当训犬员最低的底线。张扬应该为冠军的受伤而负责，而你作为教官，也要对此负责。这个时候不应该包庇自己的学员。那追风呢？你是不是也应该对他负责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提追风的，我只是想劝你。这个事情我应该负责，所以自此之后，我自己没有再带过犬，这是我对自己的惩罚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提追风的。但是我的意思是，无论是过去的追风也好，还是现在的冠军，他们想看到的一定不是对训犬员的惩罚。训犬员要保护犬，犬员一心想要守护训犬员，这样的结果一定不是他们想看到的。张扬这个事情，我说了也不算，要由支队党委来决定。作为你的队员，你就要这样放弃他吗？这是纪律。如果是我犯了纪律，你也会这样毫不犹豫地放弃我吗？是。你真是一块无热的石头。喂，政委。哎，石川，徐来递来的申请报告啊，上级已经批准了。什么申请报告？徐来没告诉你啊？
徐来想让平安加入救援队。上级呢看了平安的档案，通过了申请。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，平安必须和其他的救援犬一样，通过结业考核才能正式编入执勤。是，知道了。喂，组长，第1期的稿件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，记得查收。你可以啊，我知道你能力强，可没想到这么强，身兼数职，还能这么有效率啊！我恨不得效率再高一点，早点做完任务回去。早点离开没问题，但是你给我记住了啊，在你离队之前，把靳站长给我采访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徐来，我刚接到文政委的电话，想跟你讨论一下平安的事。关于平安进入救援队的申请，上级已经批准，但前提是，他必须要跟其他训练犬一样，通过结业考核。陆方琦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们先玩。你俩干啥呢？你告诉靳站，我已经收到通知了，不需要他转达。他说他收到。平安要通过结业考核，必须要找到合适的训犬员。你心中是否有合适的人选？你告诉靳站，本来有合适人选，但现在突然觉得不合适了。他说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这个人选必须要尽快找到，不然考核的时候会影响平安和训犬员之间的默契程度。你告诉靳站，平安的事情我心里有数，不需要他提醒。你告诉徐教官，他这个做法是非常幼稚的。你告诉靳站，平安的事情不需要他操心。不是，你们两个能不能别把我当传话筒啊？哎，没必要啊，就站这儿。说完了吧？哎，不是因为我。这不是江阳吗？今天状态不太好。刘旭，给你个任务。什么情况？你的肉怎么这么多？我的肉怎么这么少？跟客人一起吃啊。张扬给你陈的吧？你俩啥时候背着我关系好的？什么都别问，问也不告诉你。我不稀罕啊，我不稀罕。你要吃什么？来点虾吧。吃什么？吃虾吧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徐教官和靳站什么情况？见了面也不说话。哎，这小道消息啊，咱们这徐教官因为张扬被调走的事啊，跟咱们靳站怄气呢。真的？徐教官，张扬，
怎么样？在后勤大概适应吗？我挺好的，徐教官，我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。是想问冠军吧？放心，我每天都在帮他换药，恢复得很好。冠军的事儿我听刘旭说了，冠军恢复这么好，谢谢徐教官。但我要说的是进展。他怎么了？我在后勤班这段时间里，进展其实偷偷安排刘旭帮助我，照顾我。进展之所以让我去后勤班，是为了磨练我，他并没有放弃我。徐教官，我知道你为了我的事儿一直在争取，但你真的误会进展了。我知道了。原来是我错怪了靳石川，我还对他说了那么多气话。不行，发信息显得没诚意。尊敬的领导靳石川站长，由于我在工作中过于主观，误会了你对队员的处理决定，做出了不成熟的举动，说了很多不理智的话，对此我深感内疚、自责。我认真反思了错误，深刻地检讨了自己，反思结果汇报如下：第一，我不该干预你对队员的管理，质疑你的判断；第二，我不该指责你对张扬的处罚决定，并将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不该质疑你的为人，并在言语中伤害了你。我为我的冲动及不成熟向你道歉，我已经深刻反省，决心痛改前非，请领导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检讨人徐来，如果你愿意原谅我，晚上8点来操场，我想当面向你道歉。他不会不来吧？他来了太多人，那怎么办？他出现的那一刻，我所有的矜持，所有的忐忑，所有的不安，瞬间都消散了。他还是和10年前一样，带着光向我走来，仿佛照亮了整个世界。你来啦？嗯。你的信我看了。我觉得有些话有必要和你当面说清楚。对不起啊，这一次的事情确实是我做错了，我不应该这么主观。不用道歉。其实呢，在张扬这件事上，我没有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，让你产生质疑，这也很正常。我也能理解你作为教官，想维护自己队员的心情。你真的不生气啊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？那你会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扣分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印象分，像在学校里考试一样，做错题会被扣分。如果你要是给我扣分了的话，你能不能看在我认错态度诚恳的份上，把分加回来？什么扣分不扣分的？我发觉你这个人的脑回路确实跟正常人的有点不一样。那到底有没有扣分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就是有没有扣分呀？让我想一想。想到了吗？嗯，
没有扣分。真的？那你给我打分吧。我在你心中现在能打几分啊？金世川，我不想再跟你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了，我也不想再掩饰，不想再试探。